你害了一个无辜的孩子，终身受苦。一个弱智女流被你折磨致死。你就是那个苦命的孩子青青。不会，当年小姨跟我生的是一个女孩。不是，不是，你不是人，你连禽兽都不如。哈哈哈哈！骂得好，始乱终弃本来就是这个禽兽的看家本领。这么多年来，他不知道害尽了多少无辜的女孩子。你到底是谁？你跟小姨有什么关系？现在站在你面前要杀你的，就是你跟姓温的贱人所生的孽种。哼，报应！哈哈哈哈！报应啊！哈哈哈哈哈！哟，丑八怪，你再侮辱我娘，我就杀了你！啊！你真是我女儿青青。你娘被这个禽兽侮辱了，我何鸿耀又何尝不是一样？你问他，当时是不是糟蹋了我之后又再亲近你娘？现在大仇人就在你面前，你不去杀他，居然来杀我！都是你这个禽兽！青青，你不要听他胡说。你敢说你当年没跟我山盟海誓？你敢说你没负过我？禽兽！我今天就替所有无辜的女人和孩子报仇！夏叔是你爹，你怎么可以大逆不道？我没这个禽兽不如的爹。承志，青青说我在16年前掳走他娘，当年小姨不是在温家堡吗？狗贼，你不要再装模作样了，我不会相信你。不错，我就是温姨的女儿，我姓温，温青青，跟你姓夏的没任何关系，有的只是不共戴天之仇。今天我杀不了你，总有一天，你一定死在我的剑下。你是女儿身，为什么你要骗我？这个世界上有很多是没得解释的，我也想知道，为什么有人要阻止我杀这个禽兽？哈哈哈哈哈！真是好戏连场啊！先有亲生女儿要杀亲爹，跟着有堂堂五毒教教主为了一个女子犯下滔天大罪，有趣。真有趣啊！哈哈哈哈哈！哼，何鸿耀，你戴罪之身还敢在此放肆？教主，我先带他回去。今天看了一场这么精彩的戏，我何鸿耀死而无憾了。哈哈哈哈！走。袁承志，你能保他一时，但保不了他一世。铁手凡心未尽，空惹青丝，使我将蒙羞，实在愧对历代祖宗。何教主，你这是何苦呢？我的事不用你费心。你的心情我很明白。你根本就不明白。当年创教祖师花了40多年的时间才能够创立五毒教，加上历代教主辛苦经营，近100多年得以横行天南，
可是今天，五毒教传到我手里，我不但不能把五毒教发扬光大，反而因为儿女私情，才使敌人有机可乘，造成今天血流成河，伤亡惨重。数百年的基业毁于我一人之手，我实在愧对历代祖师，自问没脸留在五毒教。要是你就这么死了，五毒教只会成为一盘散沙。过几年，江湖上就再不会有人记得五毒教这个名号了。难道这样，你在皇权之下就有脸见你的历代祖师吗？要是何教主真的有悔意，就应该振作图强，重整旗鼓，将功赎罪。袁公子这番话，犹如当头棒喝。不错，铁手应该留着有用之身，来重振五毒教，不再轻言生死。何教主能明白就最好了。哎，夏叔叔，怎么样？你没事吧？承志，你陪我回温家堡，我要见小姨。你冷静一点，我一定要回去查清楚，究竟当年发生什么事。夏叔叔，你听我说。其实青青跟我提过，他说他的外公们说，因为你想报仇，所以把他娘奸污了，跟着就有了他。当他满月的时候，你又把他娘掳走了，之后就下落不明。他们撒谎，他们撒谎！小姨说过在温家堡等我。你去过温家堡的，你没见到他吗？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？其实温家阿姨跟我提过，她说青青的娘是被她的外公们所杀。小姨死了。夏叔叔，其实我所知道的有限，而且温家阿姨又说，她是因为肆意成狂才这么胡说的，你别相信。说得对，一天没见到小姨的尸首都不能证实她死了。他们说我掳走小姨，一定有阴谋。我要回去查清楚。我很想陪你回去查个清楚，可是现在三帮四寨和五毒教那么多人受了伤，我们应该留在这里帮他们。那般人不知好歹，被人利用了还蒙在鼓里面，死了也活该。可是大丈夫行事光明磊落，恩怨分明，我们怎么可以见死不救呢？说得好，果然虎父无犬子，吉人遇难，先公后私，不像我任性妄为。要是当年的我，一人一剑，我管他们是石梁派还是什么派，哪怕是龙潭虎穴，有什么地方我不敢去，什么人我不敢杀。可是今天，小姨看到我这样，一定会很伤心。袁少侠，我们三帮四寨这么多位兄弟能够这么快康复，全都多亏了你啊！多谢。这次真的要感谢袁大哥这半个月来不辞劳苦，日以继夜协助我们驱毒疗伤，否则的话，我们也不会这么快康复。怎么了？啊，没事。还有铁罗汉和胡大哥也是功不可没，还有这只朱金冰蝉也同样是劳苦功高。何家主，我这只冰蝉就是剧毒的克星，以后你们五毒教就不能够再横行无忌了。难道你不怕吗？这次袁兄弟不只是出手救了我们这么多人，还解开了金蛇郎君杀人之谜，而且化解了我们三帮四寨和五毒教之间的仇怨，大恩大德，真是没齿难忘。程帮主言重了，只要以后大家不再挂我夏叔叔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大恩不言谢。总之，以后有任何人对袁少侠不敬的话，
就是和三帮四寨过不去啊！不错，不错。其实这次的罪魁祸首就是齐云傲，不过现在他已经死了。还有，何鸿燿罪大恶极，一定要按本教的教规加以严惩。教主，属下实在太糊涂了。两位长老也是悟性坚严，才会犯下大错。更何况本教遭逢大劫之时，两位也曾经拼死抗敌，早已将功补过。本教历经过这次巨变，今后更要团结一致。两位应该同心同德，协助本座重整教务。多谢教主开恩。教主，但是何鸿燿这个叛徒，万万不可轻恕。判例何鸿燿所犯以下罪状：罪一，欺瞒已故前任教主，讹称仇敌夏雪宜伏诛；罪二，私藏仇敌于禁地灵蛇窟内，亵渎我教神灵；罪三，阴谋分裂我教，策动叛乱，以致外敌有机可乘，教中兄弟自相残杀，死伤无数。何鸿燿，你所犯的3条滔天大罪，每一条都已经是死罪，还有什么话好说？成王败寇，要杀要剐，悉听尊便。不过在我临死之前，我有个要求，我要见夏雪宜。大胆！死到临头竟不知悔改，还贪恋男女之情。姑姑，你既然说那个人负心薄幸，为何你还要再看他？你要是还当我是你姑姑的话，就还我这个心愿。你是晚辈替夏叔医好了双腿。好，好。当年我一时气愤，令你残废。今天见你能重新走动，我也算死得安心了。何鸿燿，你我纠缠半生，当中的恩怨，就算到死那天，也没办法把账算清楚。你有什么未了的心事，你尽管说，我会尽力替你完成。那好吧，如果温仪那个贱人还没死，就替我一剑把他杀死。何鸿燿，你因爱成恨，你这辈子只被一个恨字所困。现在你不止害了自己，也害了你身边的人。到了如今这个地步，你应该有所悔悟了。你说的对呀，夏郎，总算陪了我16年。就算到我临死的时候，都还在我身边，总比瘟疫那个贱人空守16年好得多。我总算死得甘心了。何教主，何鸿燿今日所犯的弥天大罪，归根究底，都是因我而起。我当日确实有负于他，无论他受任何惩罚，我都愿意为他一力承担。夏叔，夏郎，
你真的甘愿为我而死？我愿意为你受罚，并不表示我喜欢你。我夏雪一生只喜欢小姨一个。我负你的，就只有用我的命来还给你。何教主，请你让我先回温家堡见小姨最后一面，然后回来领罪受死。夏雪宜，真没想到，在你心目中，到最后还是只有温宜这个贱人。我不要你的命，我不要你施舍可怜，我做的事我自己承担。段长老，你还不醒醒，还等什么？夏雪宜，我要你今生、来世、生生世世都欠我的。何教主，虽然夏叔叔有负何红药在先，理应要替何红药受罚，只不过夏叔叔也是袁某的大恩人，希望何教主看在我的份上，从轻发落。是啊，何教主，那好歹也是袁兄弟救了你帮众兄弟，你就通融一下，当还人情好了。何教主，如果不够的话，连这冰蝉的人情也加上去吧。三位言重了。这次要不是多亏袁公子冒死相救，碧教恐怕早已灭亡，这个世间上就不会再有五都教。大恩难报，既然袁公子你开了口，何铁手也乐意偿还这个人情。谢何教主。何红药，你虽然死罪可恕，活罪难饶，从今天开始，你再不是我五都教的人。四位护法，即刻押他下山，以后不准再踏足我五都教半步。遵命。